已经连续下跌3周了，你有没有在纠结？现在是卖掉先锁住利润比较安全呢，还是趁着回调分批加仓？又或者是你会不会担心这个只是刚刚开始，后面还有更大的一段下跌？今天这期视频我们就来把这件事情讲清楚，在下跌的市场到底该怎么样操作 QQQ， 每一种动作背后的逻辑呢是什么？大家好，我是新月，这个频道专注于帮你更好的理解市场，规划资产，视频内容仅供分享，不构成投资建议。每次市场大跌的时候呢，很多人都会猜底到底在哪里，但是老实说这个其实不重要，因为真正要搞清楚的呢，其实只有一件事情，就是我们现在经历的到底是一场重感冒还是一场绝症，因为这两种跌法呢，操作是完全相反的。短期的波动呢，就更加像是感冒，它不舒服，但是会好。这种跌法更多的是市场情绪过度恐慌，前面涨太快了，然后技术性的回调，或者是某个突发事件引起的短期抛售。过去20年呢 ，QQQ 每次回调10%到20%之后，平均6个月内就会创新高。这类的下跌呢，它不是基本面坏掉了，更多的呢是市场在杀估值，而不是杀逻辑。但是对于长期的崩盘呢，大家其实是担心会不会像2000年互联网泡沫那个时候 QQQ 一跌80%，15年才回本。那如果是像那种结构性的崩盘的话，你越跌越买，反而会越陷越深。那怎么判断短期的还是长期的呢？其实我们只要看3个简单的指标就可以了。第一个指标就是看公司的盈利有没有出问题。2000年的时候呢，纳斯达克里面其实很多公司都是概念股，既没有盈利也没有现金流，都是靠点击率来算估值的。那时候就直接是估值和业绩的双杀，很多公司直接归零。现在呢 QQQ 的前10大权重股，像是苹果、微软、英伟达、亚马逊、谷歌，全部都是世界上最赚钱的企业，有巨额的现金储备和垄断级的护城河。QQQ 的官网数据也指出，截至9月底呢 ，QQQ 所有的成员公司已经公布的2025年第2季度财报，整体业绩表现是强劲的。100家公司当中呢，有93家已经达到或者超过了预期，其中57家是超出预期。所以现在下跌呢，更多是杀估值而不是杀逻辑。简单的说呢，就是之前价格确实贵了，需要打折，但是呢，不代表他们会像2000年那些烂公司一样都倒闭啊。它只要公司的盈利还在增长，这个股价呢，迟早是会回来的。第二个指标就是看估值了。2000年的时候呢，纳斯达克的市盈率是接近80倍那个时候市场真的是不讲道理了。现在的 QQQ 整体的市盈率大约在36倍，虽然说也贵但是离那种泡沫性的疯狂还是差很远的。那估值高呢，肯定会带来波动，股价短期也可能横盘或者回调来消化这些估值，但是不会导致指数进入那种好几年式的下跌。第3个指标呢，就是市场情绪是不是健康。真正危险的市场的时候其实是有个共同的特点，就是所有人都兴奋到不行。现在比较有意思的呢，是华尔街那边其实炒得不可开交但是这恰恰是好消息。那你看大空头的 Michael 呢，他在做空 AI， 喊着要崩盘了，但是像汤姆黎这种死多头依然是看好年底会反弹到7000点。那散户呢，最近 AI 的数据显示，看空情绪是占主导的，恐慌指数已经处于极度恐惧状态了。那现在这种机构上有分歧，散户很害怕的状态呢，反而是健康的，说明空头在提供流动性，市场没有那种一边倒的疯狂泡沫。最后呢，我们来看一下这一波下跌的导火索，其实都是名牌第一个呢，就是特朗普的关税战。那25年现在呢，关税政策其实是升级了，对于中国、加拿大、墨西哥都加大了关税，这些呢很可能会推高通胀。但是历史上贸易战通常只是会带来短期的波动，不太会改变大的趋势。第二个呢，就是美联储降息预期的反复。那12月的降息概率呢，一度从95跌到了39%，现在又回升到了71%。那这种美联储官员的态度上的分化，确实会引起市场上短暂的震荡，但是这个不代表经济会崩溃那现在市场上比较大的一个担忧呢，是对于 AI 泡沫的担心。英伟达这些科技公司呢，其实已经回吐了大量的利润，但是他们的财报你看的话，还是依然非常强劲的。那纳斯达克从高点下跌了8%，这个呢也属于正常的回调区间。还有一个近期比较重要原因呢，就是流动性的短暂性紧张。
从数据上看呢，美联储的隔夜逆回购 RRP 的余额确实已经从22年的最高峰差不多是25万亿美元，一路降到了2025年11月份，现在大约25亿美元左右。这个呢，就意味着流动性确实比22年、23年的时候那种极度宽松的状态要收紧非常多。但是好消息呢，是美联储在10月29号的会议上暗示这个量化紧缩就要结束了，这就意味着呢，它不再会继续抽走市场上的流动性，也会停止资产负债表的收缩。未来必要的时候呢，甚至可能会重新让流动性回到市场。所以综合来看呢，过去2年流动性是明显收紧了，但是现在也差不多要到尾声了，而且有机会迎来流动性的改善。所以我的判断呢，现在更加像是短期的波动加上情绪上的修正，而不是2000年那种崩盘啊。毕竟科技巨头的盈利它是真实的，失业率也还在低位，估值虽然高呢，但没有像2000年那种80倍的 PE， 流动性收紧，但是还没有到枯竭的地步，而且即将迎来转机，但是风险也是在的。如果下面3件事情它发生的话呢，情况就会比较危险。一个呢就是通胀的失控，还有美联储不得不大幅的加息，或者说是经济上的硬着陆，三者如果同时发生，那就很可能会转变为长期的熊市。但是目前来看呢，这3个条件都没有满足，所以目前只是一个比较严重的短期波动。那看清楚了宏观之后呢，我们就回到一个比较实在的问题啊，那现在到底是该卖出呢，还是逢低买入？这个呢，取决于2个字，就是时间。那不是市场的时间啊，而是你自己的时间。那如果说你这笔钱是准备明年买房结婚，或者说你看到账户缩水了30%，会晚上睡不着觉的话呢，那你现在卖出一点，把风险降下来是一点都没有错的。不要听什么别人恐惧我贪婪啊，如果说你被迫在低点卖出，这个风险才是真正的风险。这种情况下呢，你可以先准备6到12个月的生活费作为你的现金，或者是放在短债里也可以。那不要加仓，也不要硬撑，也不要借钱加码，先把波动降下来，优先稳住你自己的现金流。那如果说你现在钱是为了养老做准备，或者说未来10年都不需要动的话呢，那现在卖出 QQQ 可能是一个比较糟糕的决定。那历史数据上看呢，每一次深度的回撤，站在5年后的视角来看，都是一个黄金坑。但是即便说你是长期投资者，我也不建议你现在直接 all in 啊。最稳妥的方法呢，就是分批有节奏的买。第一个呢，就是只用闲钱来买，未来几年完全不需要动的那种。第二呢，你是可以分批而不是一次性的买仓，那你可以选择固定的时间，比如说每个月，或者呢看到明显回调到了支撑位的时候，你再加一点。重点呢就是要留够子弹，不要一次性都打光了。第三呢，就是坚持自己的节奏，市场的波动会越来越大的，那情绪很容易带偏你。长期投资真正的难点呢，它不是判断点位，而是坚持的执行力。说到最后呢，其实在下跌的市场里，最难的不是技术，也不是选股，而是对抗人性啊。你现在可能最担心的呢是，如果说我买了，它继续下跌怎么办？那这种担心非常正常，因为下跌的时候呢，人类的天性就会想着要避免痛苦。但是我们换个角度来看回调，那熊市呢，其实是一场财富转移的唯一时刻。牛市里面大家都赚钱，但是那个很多时候就是账面上的数字。那只有在熊市里面，当那些筹码被恐慌的人抛售出来的时候，那你呢，是因为有现金、有计划、有心态的接住了他们，财富的转移才真正发生。我们拉长时间来看 QQQ 的月线图啊，可以看到2008年那个深不见底的坑啊，在2025年今天来看，是不是就是一个小波浪？那你现在经历的痛苦呢，放到10年的周期里面，可能也就是一个小插曲。我们不需要买在最低点，也几乎不可能买在最低点，就告诉自己，我接受它买入之后可能还会下跌个10%到20%，但是呢，我愿意承担这个波动，因为我看重是它未来能够翻倍的潜力。那当你理解了下跌就是股市的常态的时候呢，就不会那么慌了。那成功的投资人，他从来不是因为抓到了最低点，连巴菲特都抓不到最低点。那他们厉害呢，就在于别人吓得要死的时候，他们有勇气并且有节奏的坚持自己的策略。
总结一下现在的科技股和2000年泡沫那个时候呢，还是有本质上的区别的。目前企业的盈利是真实的，现金流、护城河都是稳定的。那灾难性的长期崩盘呢，概率不算高，但是阶段性的，比如说10%到15%的一个回调，这个是随时都有可能发生的，我们需要做好心理准备。而且投资呢，从来不是一刀切的答案，你的时间框架、风险承受力和资金的配置呢，才是真正决定你该怎么做的关键。像是短期要用的钱，就应该先要稳住，避免风险。那长期投资的话呢，可以在波动里面慢慢的加仓。那说到底，让你安心能够长期坚持的投资策略，才是最好的策略。如果这个视频对你有帮助，记得点个赞，也欢迎订阅，这样呢 YouTube 才会把内容推给更多需要这些分析的人，对我来说呢也是真正的支持。另外，如果你想支持我继续做这样的深度内容，可以点击视频说明栏里的盈透证券链接。盈透是我长期在用的券商，没有开户门槛，没有维护费，那可以交易全球160多个交易所，成本低，适合长期投资，也适合期权交易。最重要的是呢，你不需要开户和入金只要点击一下就能支持这个频道了。你的每一次点击我都非常感激。我是新月，我们下期再见啦，拜拜。